此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亡命月，心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此次前来桑海，父皇还有一事交代，务必办妥。此举乃是千秋之功，只怕天下人不明白皇帝陛下的苦心，尤其是儒家。儒家的立场我会考量，不过此事势在必行，不容有失。李斯明白，微臣已派出信使前往小圣贤庄。师兄已经腹背受敌，可要小心了。哦，何以见得？我得到情报，公子扶苏日前在海月小筑遇刺，此案扑朔迷离，风波未定。扶苏此时来造访小圣贤庄，且递送拜帖之人非宫廷侍从，其中用意令人不安。我们没做亏心事，为何怕人敲门？秦国笃信法家，《韩非篇》中有质子夷陵一说，只怕我们虽然无辜，但帝国却未必无心。子明子羽这几日都没有看到，他们去哪里了？禀师兄，如果我判断不错，他们此刻应该在蜃楼之上。蜃楼是帝国重地，他们好端端不在这里专心念书，却身处如此险要之所，岂不同样令人担心？糟糕，被发现了！告诉我，千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他的体内有一股力量，在抗拒我的控心咒。
是魂吸龙游，好强大的龙游之气！在蜃楼之上，除了我和月神，还有谁能这么自如地运用龙游之气？而且与月神的阴柔浑厚不同，这气息如此澄净无邪。哼，莫非是这魂吸龙游极不稳定，欠缺火候？难道是他？哼，这个小女孩果然有趣。大人，我们走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乾隆突然失控？乾隆，别害怕，放松。乾隆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这魂吸龙游，即便是武林玄同的弟子，也不是能够轻易掌控的。你究竟在乾隆体内隐藏了多少秘密？似乎比我预想的还要多。子房，又要出去？有些事情终究还是有点放不下。我多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。你在努力的事情，我相信一定是重要，而且必须要做的事。只是怕你对自己要求太多，让自己承担太多。这世上有2件事情是我视如生命的，在我心中它们同样重要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会害怕，有一天你必须要在2者之间做一个选择。师兄，我也许真的有点任性。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人。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无论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你记住一点，你永远都不只是一个人。在你的身后有我们，有整个小圣贤庄。这不仅是我的想法，也同样是大师兄的想法。李斯果然处心积虑，借这次海月小筑刺杀调查，把嫌疑指向儒家。经过这次刺杀，扶苏亲临小圣贤庄时，帝国军队必定抽调重兵，严密戒备，因此其他地方的部署势必削弱，包括关押庖丁和道直的帝国监狱。不错。这是营救的绝佳机会。魏庄兄，你似乎不太认同。以墨家现在残存的力量，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，想要深入严密把守的帝国死牢，就为了救2个毫无价值的废物。混蛋！你说谁是毫无价值的废物？庖丁一人被擒。道直还把自己束手送给章邯，
等于给帝国又增加了一道筹码。这种行为本就愚蠢之极。如果是赤练白凤落入敌手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不劳你们费心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流沙的人很清楚该怎么做。所以，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就会毫不犹豫地舍弃，就像你们对待机关无双那样。你们会失败。按照章邯的作风，他应该在抓住道直之后，立刻展开搜捕同党的行动。但是隐秘卫并没有任何动静。兵法云：“以敌之不胜，待我之可胜。”章邯是兵家高手，搜捕嫌疑如同大海捞针。他手握筹码，显然是在等待我方犯错，等待猎物自投罗网。章邯与隐秘卫还只是第一个困难，现在道直与庖丁被关押的那座监狱才是最大的挑战。那座监狱有何特别之处？这就是之前关押黑剑士圣七的那座监狱。圣七曾经被各国关押，每次都能成功越狱，但自从被我擒拿关入此牢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噬牙狱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噬牙狱这个名字虽然可怕，可原本他的名字叫做子牙狱。子牙狱，莫非是和……不错，就是那位精通兵法道纵横之术的奇人姜太公，姜子牙。这座监狱就是根据太公留下的奇门遁甲之术建造，故名子牙狱。想从有章邯镇守的监狱救人，已经是困难之极，而这座监狱本身还是根据姜子牙的奇门遁甲所建，岂非难上加难？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个难题，如果不解决，营救计划根本不可能实行。还有更大的困难，没有人知道子牙狱入口具体的所在。哦，这样一座偌大的帝国监狱，在桑海如同隐形，旁人根本无法找到。这是当务之急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要耐心地等待，给道之兄一点时间。下楼梯，右转23步，再右转15步，左转47步，庖丁牢房，继续向前8步，走右侧楼梯下楼18级台阶左转，向前37步，右转25步，右转47步，左转12步，左转8步，右转21步，下楼梯22级，前行15步，右转52步，左转68步。然后，没然后了，就是这里。道之兄，你真的打算这样做？哼。监狱对我来说就像出门久了，总该回家一趟。这座监狱非同寻常，号称7国之内最难以逾越的死牢。也许这样才更适合我。谁让丁胖子跟我的交情还不错呢？摊上这样的朋友，现在我也别无选择了。看来他真的是交对了朋友。不过进入噬牙狱，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命悬一线。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不过幸好我还有一个朋友，号称是7国之内最聪明的头脑，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。如果我失败了呢？那也是我自己的决定。
不过我相信子房，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多保重，哪怕进入地下最深的18层牢狱，我也一定安排人来接应你。哼！子房啊，子房，你说的接应到底在哪里呀？此处是追踪的尽头，这山崖上一览无余，噬牙狱的入口想必就隐藏在附近。动物的本能比人要可靠得多。洞口有气流，洞壁有斧凿痕迹。是人工开凿的，地下通风之用的气口，看来噬牙狱就在下面。章邯想要守株待兔，我们亦可将计就计。至于这座监狱，既然它号称吞噬生命的利牙，我们必须以牙还牙。如何以牙还牙？章邯有噬牙狱，我们有杀齿剑。魏庄兄，你意下如何？你说的我们，是在代表我说话吗？子房不敢，只是事关重大，唯有请魏庄兄出手相救。你要我去救墨家的人？非也，是子房的一己私心，想请魏庄兄救小圣贤庄。李斯造访小圣贤庄，来者不善，行事凶险。如果噬牙狱出现变化，你要我用围魏救赵之计？此乃鬼谷孙膑先生之谋，子房不过是学其皮毛。你认为我会同意这种儿戏般的建议吗？面对这样凶险的牢狱，恐怕没有人比魏庄兄更了解。子房，你不能让他去，你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？他不能再经历这样的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我已经决定了。是，魏庄大人。不行，他不能去。把小直和庖丁的生命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，我不能答应。我和他一起行动，请诸位放心。你又要扮演救世主了吗？小庄，此行凶险异常，我可以帮到你。最佳的入口所在，莫过于脚下的绝壁。号称7国内最难以逾越的监狱，入口的设计应该会精心安排。如果洞口恰好被隐藏在海水之下，利用潮汐的涨落。现在正是涨潮时分，需要等待。
嗯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安全啦？以星魂的实力，竟然没有发现我们。他突然离开这里，也许是有什么更重要的发现。不知道啊。诶，这扇门和刚才的那扇完全一样啊。哇！好美的樱花呀！好美的樱花！哼，小子不错嘛，居然认得出这种稀有的花木。嘿，那是你大哥，我可也是那个见什么识什么呢？是见多识广。那你倒说说，这个樱花有什么名堂？这个嘛，据我所知，这种樱花虽然久负盛名，但却异常珍贵。只有咸阳宫的御花园里有栽种，是只有嬴政才能看到的美景。樱树原本生长于蜀山西南的山谷之中。秦国当年攻打巴蜀，不会又是从蜀山把这种美丽的花木抢回去了吧？是这样的。嬴政这家伙的恶行，居然还有这么一条。你们不打算进去看看？等等，天明。樱树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山区谷底，移植到中原需要精心培育才可存活。蜃楼上竟会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樱树庭院，实在有点奇怪。阴阳家善用各种幻术，蜃楼又结合了公叔家的霸道机关术，说不定美丽的景象下隐藏着可怕的陷阱，轻举妄动可能会有危险。那还是不看了，我们快点从原来的路回去吧。好奇怪啊，这扇坏掉的门怎么又变好了？天明，等等。子由，已经卯时了，快起啊！今天都敢赖床，你死定了！还不快去开门！快呀！
已经起驾。嘿，老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赵国邯郸人吧？你的右臂因为抓捕逃犯受过伤，现在还不时发作。你武功了得，但是脾气不好，得罪了顶头上司，所以始终得不到晋升。是不是在奇怪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关于你的事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也是赵国人。我注意到你走路时会时不时按捏右臂，显然是受过伤。还有，像我这种贵宾级的犯人，负责看管的人一定武功了得，但你却穿着下级军服，有能力却没有得到重用，看来你得罪了不少人呢。你不相信我也很正常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个跟屁虫？也就是你们的张将军，要把我关在最深的这层监狱里。哎，其实他就是拿我当诱饵，要把我的同伴一网打尽。你也知道，我号称道王之王，我的同伴肯定也是1等1的高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来的都是顶尖高手，区区一个章邯有什么本事把他们全部抓住呢？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，等到我的同伴来救我的时候，把整个底层牢狱全部封死，来个瓮中捉鳖。然后你再猜会发生什么？没有吃的喝的，再厉害的高手也撑不住。不过你恐怕就要跟着倒霉喽。章邯要封闭整个地牢，你觉得他会先通知你们撤离，然后再动手吗？还不信？那你再想想，像我这么危险的犯人，他竟然没有挑断我的手筋脚筋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是因为章邯这家伙根本就不怕我逃出这个铁笼，到时他只要一拉机关，就可以封闭整个底层。我速度再快也来不及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以为大秦会在乎几个士兵的性命？更何况你原本是赵国人。你忘了当年长平之战，他们是怎么对待赵国降卒的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们都是章邯升官发财的垫脚石。垫脚石何苦为难垫脚石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作为老乡，我是真不忍心看你
也要一起死在这里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够逃出去，回到赵国。对了，等会儿我的伙伴来了，你一定要赶紧逃，抢在最后一刻逃出去，还要注意中枢机关的运行。毕竟这么大的地牢，机关传动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不说了，我太伤感，我的心更累，我得睡一会儿。希望临死之前还能做个好梦。殿下已在伊犁。趋吉避凶，人之本性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取。大师兄误会了，这次刺杀并非……我知道不是墨家所为。蒙恬远调北疆，公子扶苏只身留在桑海。李斯、赵高名为辅佐，实则心意难测。一时间，罗网、阴阳家、墨家、流沙、道家、名家齐聚。而这次隐秘卫章邯又进驻桑海，一股股巨力不断汇入，桑海平静的海面下已经酝酿起惊涛骇浪，一触即发。师兄明鉴。海月小筑的这次刺杀事件，原因只怕更令人思量。齐鲁之地与其余五国不同，秦一统天下，其他国家都是历经攻伐而沦陷，包括子房你的故土韩国。唯有齐国是不战而降，虽然屈辱，但也使齐鲁民众免受屠戮之灾。比起其余地区纷争不断，齐鲁之地相对平缓，所以这次的刺杀很可能不是国恨家仇，而是来自帝国内部。老师，你也来了。这次公子到访，李大人要多费心了。李斯在野为儒家弟子，诸位都是我的同门师友，在朝为百官之长，普天之下莫为王臣，尽心只是本分。李大人只顾叙旧，也不为下官引荐引荐。荀况先生和齐鲁三杰名满天下，赵高早有可慕之心。中车府令过誉了，小生贤庄都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，那些虚名不过是世人误传罢了。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伏念先生是儒家掌门，想不到还深得道家真意呀。张三先生，人家在这儿呢。他现在没空理你。
张三先生害羞了呢。公子殿下已在山路迎驾。公子殿下驾到。小圣贤庄掌门福念恭迎公子殿下大驾。福念先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公子屈尊垂爱，福念不敢。这位是我的师叔荀况先生。荀况恭迎公子殿下。荀况先生年高德少，不必拘泥虚礼。诸位都请平身吧。谢公子体恤之情。是他。想不到上次子明救助的，居然就是帝国公子扶苏。子明身份特殊，此举不知是福是祸。原来上次与那位少年救助我的老者，就是儒家大名鼎鼎的荀夫子。可那少年据章邯所报，又是帝国通缉的墨家叛逆头目，实在是匪夷所思啊！荀老先生，上次蒙你和那位少年侠义相救，还为其答谢，扶苏一直记挂在心呢。公子不必太过挂怀。对了，那位少年现在何处？看他身手似乎颇有来历啊。这位少年是我的棋友，下过一局。我们之间只论棋道，所以我对其身世来历所知不多，公子面前不敢妄言。原来上次在山贼手中救了公子大驾的，就是老师啊！据我之令，小圣贤庄荀况救驾有功，传有司按大秦律例赏赐。是，谢公子。李大人，那位贵宾还未到吗？其人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但既然答应来，就一定会到。什么人？应公子之情都敢如此无礼，而扶苏居然也毫不介意。此人是个骗术。看来今天的事远比设想的更加复杂。礼，这代表最高礼仪的8佾之舞。既然是8佾之舞，为什么只有6列？1天子8，诸侯6，大夫4，士2。8佾只是统称而已。扶苏是公子，所以只能享受诸侯的待遇。礼成。上一次我们这样并肩行动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越王八剑，黑白玄剑，的确算是个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这些年，罗网借助秦国变得更强了。作为老对手，这一点我比你清楚。说起来，你跟罗网倒还做过颇长时间的同僚，有共同的主子，尽了不少爪牙的本分。这是作为剑圣的交换条件吗？我已经离开秦国，曾经我没兴趣听你的理由，我只看到你放弃鬼谷，一心想要追寻的理想国度已经破灭了。我并没有放弃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国度，只有永远的利害冲突，无尽的生死抉择，这就是纵横。纵横，这是你一直在坚持的吗？跟你无关。你一直带着这枚鬼谷先生代代相传的戒指。哦，原来你还在意呀。我想知道师父可还安好？他走了。你说什么？
我回到鬼谷，但他已不在谷中。只留下了这枚戒指和一招百步飞剑剑谱。我原本想要追寻答案，却得到了又一个谜题。这2样东西，师父想要传达什么？退潮了。就是现在。小圣贤庄不愧天下儒宗，果然气象万千。诗曰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，乃是招贤之声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此楼定是贤士汇聚的场所。公子高见，那里正是小圣贤庄的藏书楼。公子，情况年老体虚，不耐久立，还请公子允我先行告退。老洞寻老先生迎送，扶苏本就于心不安，先生就请便吧。老师真是越老越倔呀。难道是李斯？他费尽心机将扶苏引向藏书楼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北有高楼，雨云齐兮，正合此楼写照。你们候在外边吧，杀戮之气不要冒犯了这清雅之地。公子，一切还是以万全为好。这里是小圣贤庄，你在担心什么？公子，请。赢了什么算拥有？总会输给了沉默。